大家好，我是 Klaus。众所周知，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也就是中共18大的2012年，中国政府着力于被官方称为的反腐倡廉工作，又叫做打虎、拍鹰、猎狐行动。中国政府宣称已经取得了压倒性胜利，并呼吁国际社会抄作业，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分析一下中国的反腐运动取得了怎样的成果和背后值得深层次思考的问题，跟我们看到最后哦，谢谢。根据中国的官方报道，反腐的成果是相当显著的。以2018年为例，中国共接受信访举报344万宗次，处理问题线索166.7万条，立案63.8万宗，并处分了62.1万名官员，党纪处分52.6万人，其中省部级以上官员51人。全国纪检监察机关亦严查违反党纪的公职人员，共处理173.7万人次。综合从中共18大的2012年以来的统计数据来看，被公布查处的官员中，包含中共党的机构、国家机构、政协及人民团体干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等，副部级以上共311人，解放军军官和武警警官副军级及以上共66人，合计共377人。从这些数据来看，的确挺惊人的。但问题是，抓人能不能跟反腐画上等号呢？有没有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衡量一个国家、政府清廉程度的标准呢？当然是有的，那就是国际社会上的全球清廉指数。当我们每批评中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变得更好的时候，总是有一些人说哪里都一样，哪里都有贪官，哪里不腐败等等。没有比用排名来反驳这种观点更好的方法了。全球清廉指数是国际透明组织自1995年起每年发布的评估，该组织委托德国的著名研究型大学就世界各国民众对于全球180个国家的当地政府情况的主观感知程度予以评估及排名。清廉指数利用12个国际组织的资料，从16个方面进行调查和评估。该指数被国际社会广泛应用，作为评估一个政府腐败程度的参考。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从2012年以来全球清廉指数的排名。2012年第78名，2013年第78名，2014年第97名，2015年第83名，2016年第88名，2017年第77名，2018年第87名，2019年第80名。整体来看，中国的政府清廉程度从2012年以来并没有明显的变好趋势，甚至对比近些年和2012-13年名次稍微有些下降。也就是说，虽然中国政府宣称反腐取得胜利，并呼吁国际社会抄作业，但是按照国际标准来看，中国政府并没有变得更清廉。那么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为什么没有取得实际性的效果呢？第一，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具有高度的选择性。其实在中国，无官不贪已经是每个中国人心知肚明的事实。通过反腐运动落马的高官都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贪污腐败的事实，不仅在家中发现了用吨来衡量的现金，而且还有各种巨额无法解释来源的其他财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所谓的这些被拿掉的大老虎全部都是和习近平属于不同派系的政敌。另外，有人落马，自然就有人顶上。这些后来者居上的人，都曾经是习近平的手下，现在都走进了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而这些代替了落马高官上台的人，一样不是清白的。很多人被爆出在海外拥有巨额财产。中国反腐运动的选择性，从程序上也能反映出来。中国所谓的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并不是像中国美化和包装的那样是光明正大的，而并没有遵循合法的程序。在中国，党纪凌驾于法律之上，违反党纪也就是所谓的习核心的领导，所以抓捕贪污官员并没有走正常的法律程序，不需要逮捕令，直接双规，先由党定罪，最后交给司法机关宣布。甚至有时候
直接以绑架的方式逮捕。第二，中国的反腐运动并没有制度性的改变。中国政治的腐败是制度性的。首先，从根源上讲，中国的官员不是民主选举上台的，而是上级任命的。官员都是向上负责，只要领导满意，就能保证自己的仕途，所以不需要对公众负责。那么自然而然的就会产生收贿、受贿等腐败问题。然后中国又没有司法独立和新闻自由，腐败问题出现后，就没有有效的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管。中国的制度就是一个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的局面。即便是中国在制度上发明了监察委和纪委系统，但这些系统依旧独立于法律之外，不受公众监督，直接听命于党的最高层。所以还是没有改变，中国反腐只能是自上而下的体系。多一个体系，无非是导致让贪官多贿赂一些官员而已。以前只需要贿赂上级，而现在要贪污更多，因为还要贿赂纪委和监察委，缺乏司法和公众监督。虽然官员有纪委和监察委监督，但是谁来监督纪委和监察委呢？所以最后新成立的监察委只是一个夺权的工具而已，用来削弱其他部门的权力。最后，即便是说中国不适合民主和司法独立会削弱中共的领导，但是如果中共真的想解决贪污腐败问题，完全可以进行制度性的改革，要求官员进行财产公示，这样增加了官员财产的透明度，自然会增加官员贪污腐败的难度，在制度上打击腐败问题。但即便是这种不会改变中共体制的制度性改革，中共都不会去做。可见中共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打算解决中国的腐败问题。所以拿抓捕了多少贪官这些所谓的数字来讲反贪运动的成就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不管抓了多少，我们依旧不时地听到有贪污巨额财产的高官落马。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贪官是抓不完的。好了，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上一期节目我们分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在中国一条人命值多少钱的问题，并和西方国家做了对比。网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毛腊肉说过，我们要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我国一共6亿，死3亿，还有3亿。看来毛泽东是中共把人命当数字的鼻祖。网友立赫说，人跟韭菜的区别，美国死一个弗洛伊德，全美各地大战，中国死4000个人等于0。网友伟大帅哥说，前几年富士康很多人排队跳楼，就是因为死一个赔80万，后面跳的人多了就不赔了，也就没人跳楼了。中国人的生活压力到底是有多大，需要拿命去换钱，这个社会真是可悲呀。网友两韩看两岸说，中共官员的10个特点： 1. 工资不高，存款不少； 2. 外语不懂，出国不少； 3. 老婆不碰，房事不少； 4. 上班不多，应酬不少； 5. 讲话不精，掌声不少； 6. 牌技不好，赢钱不少； 7. 办事不公，捞钱不少； 8. 工作不多，功劳不少； 9. 本事不大，头衔不少； 10. 见识不好，撒腿就跑。好了，本次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点赞、订阅、留言和分享。我是 Klaus， 我们下次再见。